先天失明的人会做梦吗？梦里会有画面吗？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不会。如果一个人从出生开始就从未见过光，大脑又怎么可能梦见世界？但科学家的答案可能会彻底颠覆你的想象。先做一个简单的小实验，现在闭上眼睛3秒，什么都不要想，你看到的是一片黑暗，对吗？但对先天失明的人来说，连黑都是一种不存在的体验，因为黑本身也是一种视觉。如果他们真的会做梦，那么梦里的世界到底是什么样？是一片空无，还是某种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感官世界？这个问题曾经困扰神经科学家很多年。因为梦其实很像一场电影，当我们睡着时，大脑就像一台放映机，把白天积累的记忆、情绪和画面重新剪辑播放。但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看过电影，大脑又怎么可能拍出电影？难道大脑可以凭空发明颜色？答案是不会。大量研究已经证明，先天失明的人同样会做梦，而且他们的梦往往比普通人更加复杂、更加真实，只不过构成梦境的材料完全不同。要理解这一点，首先必须弄清楚一个经常被忽略的区别：先天失明和后天失明其实是2种完全不同的大脑。很多人觉得失明只是看不见，但从神经科学角度来说，它们几乎像2种不同的操作系统。后天失明的人曾经拥有视觉，天空的蓝色、火焰的橙色、人脸、城市、海浪，这些画面早已储存在大脑之中，科学家称之为视觉记忆库。当他们做梦时，大脑可以随时调取这些素材，就像播放旧电影一样。所以很多后天失明的人在梦里依然可以看见世界。但先天失明的人完全不同，他们的大脑从出生那一刻起就从未接收过任何视觉信号。负责处理视觉信息的大脑区域枕叶视觉皮层本来应该像一座巨大的电影院，但现在它就像一台从未安装显卡的电脑，没有图像输入，也没有画面输出。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没有视觉素材，大脑到底用什么来构建梦境？有趣的是，大脑并非一个死板的仓库，而是一个极其精明的资源调度员。在最新的神经科学研究中，科学家发现了一个令人惊叹的现象：当视觉信号缺失时，大脑并不会让那块珍贵的枕叶皮层闲置，相反，它会经历一场剧烈的主权移交。在先天失明者的大脑里，原本负责视觉的区域会被听觉、触觉甚至空间认知能力迅速占领，这在科学界被称为跨模态重组。这意味着当他们做梦时，这块显示芯片并没有坏，它只是在处理另一种格式的数据。所以即使没有光影，他们大脑中那座名为视觉的影院依然在夜间营业，只是屏幕上播放的不再是像素，而是立体的音频和高精度的触感信号。这是否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通过耳朵和手指在梦里构建出了一种我们无法感知的超越色彩的维度？答案来自一项非常著名的研究。丹麦科学家曾长期记录先天失明者醒来后的梦境描述，并统计梦里出现的各种感官元素。结果出来后，很多研究人员都震惊了。普通人的梦境中，90%以上的信息是视觉画面，声音、触觉和气味只是辅助。但在先天失明者的梦境里，这个比例几乎完全颠倒，听觉占到了86%，触觉大约70%，而嗅觉和味觉出现的比例也远远高于普通人。换句话说，普通人的梦像电影，而先天失明者的梦更像一场沉浸式的立体声音剧场。想象这样一个场景，你在梦里走在一条街上，但没有画面。你先听见远处传来雨声，雨滴落在树叶上是细密的沙沙声，落在铁皮屋顶上是清脆的敲击声，落在水坑里则是低沉的啪嗒声。声音在空间中不断变化，你通过回声判断街道的宽度。接着一阵风从右侧吹来，带着潮湿的泥土气味，脚下的地面从粗糙的水泥变成柔软的泥土，空气突然变凉，你意识到自己走进了一片树荫。整个梦里没有一帧画面，但你依然清楚地知道自己在哪里。这种感官的极致敏感，甚至衍生出了一些超乎常人的能力，比如回声定位。有些先天失明者在梦中甚至能通过物体反弹的声音，在脑海中勾勒出物体的精确位置和大小。这种体验就像是蝙蝠或者海豚的视角，虽然没有光，但万物皆有轮廓。而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大脑展现出一种极其惊人的能力——神经可塑性。简单来说，大脑会重新分配资源，
那些原本用于处理视觉信息的脑区并不会闲着，它们会被重新利用去处理其他感官。科学家通过功能性核磁共振扫描发现，当先天失明的人用手指阅读盲文时，被激活的竟然不是传统的触觉区域，而是视觉皮层。也就是说，那块原本负责看的区域，现在开始负责触摸。这个发现揭示了一个重要事实：大脑并不在乎信息来自哪里，眼睛、耳朵、皮肤其实只是不同的输入接口，只要信息具有规律、结构和空间关系，大脑就可以理解它。换句话说，视觉并不是眼睛的专利，它只是大脑解释信息的一种方式。为了验证这个想法，科学家做过一个非常大胆的实验，他们开发了一种被称为视觉替代系统的设备。它的逻辑听起来像科幻电影，把图像翻译成声音，比如画面越亮，声音越高，位置越高，音调越靠后，一张图片最终会变成一段奇怪的电子旋律。刚开始，这些声音听起来只是一团噪音，但经过几周训练，一些先天失明的受试者居然开始听懂画面，一个圆形在他们耳中变成平滑上升又下降的弧线音，一个方形则是4个明显转折的节奏。在实验中，科学家把一个杯子放在桌子上，受试者不仅能通过声音准确定位杯子的位置，甚至可以判断桌子的边缘在哪里。但真正震撼的发现来自脑部扫描。当这些失明者通过声音识别物体时，大脑中最活跃的区域竟然是视觉皮层，这意味着他们正在用耳朵看见。这不仅打破了感官的边界，更让我们怀疑我们所认知的看是否仅仅是一种大脑对振动和频率的翻译。理解了这一点，先天失明者的梦境就不再神秘，他们的大脑同样在夜里构建世界，只不过使用的材料不是光和颜色，而是声音、触觉和气味。但这里还有一个更加反直觉的发现，失明者做噩梦的频率竟然是普通人的4倍。为什么？因为他们的噩梦几乎都与一种体验有关，空间失控，比如在梦里迷路，突然听不到熟悉的环境声音，或者听见车辆快速接近却无法判断方向。想象一下，如果你走在一条完全陌生的街道上，但眼睛被蒙住，四周全是脚步声、汽车声和风声，你不知道前面是不是台阶，也不知道旁边是不是车道，那种不确定感本身就像一场噩梦。进化心理学家认为，这其实是一种生存训练。人在睡眠时，大脑会模拟各种危险情境，普通人的梦在练习逃跑和躲避，而失明者的梦则在不断练习另一件事，如何在复杂空间中生存。甚至有研究表明，这种高频率的噩梦演练让先天失明者在现实生活中的空间定向感和危险感知能力远超常人。这或许是大脑为了抵消视觉缺失而进化出的补偿机制。这也引出了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每天看到的世界真的是世界本来的样子吗？还是说它只是大脑根据有限信息拼接出来的一种解释？既然声音可以被看见，触觉可以被听见，那么人类感官的上限究竟在哪里？如果有一天科技允许你体验一种新的感官，比如像蝙蝠一样用超声波感知物体的质地，或者像候鸟一样用皮肤的震动感知地球磁场，你会愿意尝试吗？这种全新的感官输入又会给你的梦境带来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把你的答案留在评论区，我很好奇你会怎么选择。说到底，大脑并不在乎信息来自哪里，它只在乎如何帮你理解这个世界。那些消失的画面早已化作了更敏锐的直觉。想了解更多关于感官进化与大脑潜能的冷知识，订阅辣姆好奇，带你扒开那些活久见的认知真相，保持好奇，世界才够辣。下期见。